，Hello，啊，又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日常直播环节啊。跳舞跳不了呀，仔啊。我们这一期也30多万，但是我买的是4驱顶配，就是40多万啊。你光问吧，你得去买吧。你34万，让他给你弄个落地的 A7，弄个这个35万一个落地个4驱的。光问没用，你得买啊。Hello 兄弟们 ，Hello 啊 ，Hello。又来到了咱这个日常直播环节啊，我们今天日常吹水，时间不长，1个小时吧，1个小时，LPL 暂时没考虑 ，LPL 没人看了。如果要是现在还是以往的那个 LPL 嘛，就算了啊，现在 LPL 不行了呀。其实我解说 LPL 也很精彩，就随便说嘛。下一步准备去搞 NBA 啊，还有一个啊，11度，球迷内部开会都觉得是劳内断崖下滑的问题，劳内有问题，但是劳内不占绝对问题啊，主要问题还是在于你没有边后卫，没有进攻型边后卫，你2个边后卫都上面站岗，你怎么赢啊？那格瓦迪奥尔跟阿坎吉都边上站岗，我已经那视频说得很清楚了，对吧？你这么一站。你中场没有人可以去帮他形成，就边路没有人形成爆破，帮助他们协防，你打来打去嘛，就没有问题，对吧？商业，感谢你商业啊，所以说，你看你这个对于这个2个边路呢，你还是得要有一定的突击能力呀，你要不然就是边后腰，要不然就是进攻型边后卫，整那对边角料嘛，那没用啊，没用。凯塞洛做出去是因为这个问题啊，是因为这个凯塞洛租出去呢，是因为这个叫做更衣室问题啊，那没办法，经常在礼物里边互动啊。礼包中了找小黄啊，找小黄，找工作人员啊，那玩意儿我没有，我这个暂时是对这个这心，我现在暂时暂时是，羽人机中了这个福袋的啊，中了那个东西的找小黄 ，HC 小黄，或者说你等会有人联系你啊，山东野人哈兰德，恭喜其获得官方认证，另外游戏玩的真菜，官方认证嘛，这是好，之前就火了，一直没申请。我的游戏玩的菜嘛，但是你们没有发现。说实话，我今天其实人情世故了一些，特别是刚开场的时候。对吧？我假装自己手感不佳，故意往自己面踢，但是其实我的水平还是就是不仅如此啊，不仅如此，只能讲不仅如此。下次有机会的话啊，如果我们 FC 养烂，对吧？再给我们一个这个老板再让我们玩的时候，那我们可以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啊，看到5送的300电池，轮船沉了。我南瓜、滕嗨、利记、阿姆拉巴特、安东尼、梅罗、奥纳纳，只能选择3个人就怎么选？肯定选你南瓜还有利记呀，对吧？阿姆拉巴特、安东尼、梅罗、奥纳纳，他们跟我有什么交情吗？那你如果说轮番船翻了，你让我选3个人，我肯定选我认识的人呀。那南瓜不用讲的，对吧？我肯定给他带着。那另外2个人，无非就是你跟利记了呀，我不认识别人，对吧？你但凡有认识的人，我得考虑要不要带你。
啊。但是毕竟说是我不认识别人嘛，那只能就是不带你了呀，只能带你了呀。那剩下的什么梅罗、奥纳纳、阿姆拉巴特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对不对啊？跟我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别人带你啊。给内马尔兄弟送信仰，送了搞外卖局啊，感谢啊，感谢啊。曼城少女送300电池。其我的利物浦球迷前同事昨天连夜发信息嘲讽我，气死我了，今一天都生气。曼城球迷也没什么可气的吧？不就是在伊蒂哈德跟阿森纳打平了吗？你又没有被攻陷，那么弄来弄去嘛，你输球了吗？曼城你也没输球啊，你弄来弄去你不就是这个弄来弄去你不就是输了个，这弄来弄去你不就是打平了吗？1分嘛。对吧？其实现如今呢，对于双方来讲，后边阿森纳的赛程是最糟糕的啊。利物浦跟曼城呢，还得看后边怎么把握的机会情况，还得看老特拉福德啊。因为这个阿森纳后边呢是皇马啊，阿森纳后边拜仁，接着呢联赛那几轮啊，背靠背啊，他这个都是强队啊，3天一场，对吧？那不可能不丢分，说白了不可能不丢分啊。曼城呢，他好在呢，他后边的曼联踢完了，对吧？切尔西也踢完了。那利物浦那边呢，还有曼联，还有热刺，而且是客场，所以说这不好说的事儿啊。曼城球迷也别急着就是觉得自己完犊子了，对吧？那个利物浦球迷也别觉得自己稳了。阿森纳球迷，我觉得心态最好。阿森纳今年冠军的几率还是其中相对来讲不太大啊，不太大啊。但是今年曼城确实这个进攻能力不太行，就是人的中场，包括那边路太拉了，跟曼联水平差不多。下一个月线燕山七哥，昨天曼城谁是尽力局？格拉利什发挥如何？昨天曼城谁是尽力局？格拉利什发挥如何？昨天格拉利什上去发挥的挺好的。昨天曼城你说谁是尽力局？罗格，对吧？昨天曼城输了，罗格没输，是吧？只能这么形容嘛啊！昨天如果说你说尽力局的话，对吧？昨天就是曼城输了啊，罗格没输。那么除了罗格之外，就是伯纳多·席尔瓦啊，然后这个后卫还行，后卫都没发什么病啊，格瓦迪奥尔就这个水平了，对吧？现在想想现在想想，我当时质疑曼城这个选择1个亿买格瓦迪奥尔，当时很多球迷朋友还对我，对吧？觉得我这个是酸啊。其实现在来看的话，格瓦迪奥尔本身就不是曼城的刚需啊，你缺这么个中后卫吗？你如果缺个中后卫，他就不会来踢边后卫了。那如果说你想买边后卫，那你干嘛1个亿买他呢？啊，所以说格瓦迪奥尔呢，仅从这个现在来看的话，他确实并非这个曼彻斯特 CD 的刚需，这一点可能会让很多人没想到吧？可能很多人没想到，对吧？如果说你1个亿买来的这个球员，对吧？你这个位置上他都踢不上，那你干嘛要买他呢？你买他来为什么让他踢边后卫呢？啊，你1个亿买个这种什么特奥啊，对吧？买个这种阿什拉夫啊，买个弗林彭嘛，都要好很多。只能讲格瓦迪奥尔自己也头疼啊，没想到自己哥们儿我来这玩意儿踢个这个位置，他自己也没想到啊。哎，怎么对呀？格瓦迪奥尔他那个位置问题，那你换过来不就是你选就是你现在什么？现在是你曼城，你告诉我除了他还有谁能踢边后卫？对吧？我们就这么考虑嘛，我们就面对面讲。就你曼城除了这哥们儿，还有谁能踢边后卫的？对吧？还有谁能踢边后卫？啊，你肯定没有人能踢这个位置呀，你只有他能踢，但他踢的就很抽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边后卫的位置上不需要协防，他一旦不需要协防，对吧？那边后卫、中后卫不过你帮助他协防，边后卫不帮助他协防，对手阵容不动，对手阵容一不动，那他就里面就没空当。那格拉利上了，格拉利在边路好一点，抱着他踢。对吧？你这么打是肯定是不行的呀，车怎么样了？不出作品了吗？你自己看呀。欧文送300电池。其多特国家德比全员状态保持下去，赢马竞是否很有希望？老胡真的是世界级，太牛了。你如果说打拜仁那场比赛的状态呢，带到欧冠中，你打马竞是有点希望啊。但是呢，我感觉拜仁那场比赛呢，属于是犯病了啊，这种东西呢很难去形容。只能说呢，胡梅尔斯打马竞的时候不会犯错，而且他应该也很关键啊。主要是马竞这个中锋就不太行，莫拉塔不太行，主要面对还是德佩啊，就是这个叫什么马竞啊，就是不是马竞叫什么队，主要面对的还是德佩的这个冲击力。所以说打马竞的这2个边路，利诺、里克尔梅，其次就是德佩啊，就这2个位置啊，剩下都没什么可说的啊，没什么可说的。
另外呢，多特打马竞本身就有机会赢，只是现在普遍认为马竞更强一些，但是不代表多特毫无还手之力，知道吧？因为多特、马竞、巴黎、巴萨这一组，除了巴黎实力上确实是高出半筹，剩下的球队不都那样吗？有什么你的我的，谁比谁强多少？多特是有机会的啊，是有机会。山村引人荷兰德，其我们下赛季引援是不是很关键？推荐一下买人。下赛季曼城引援再引不好啊，你基本上就麻烦，知道吧？麻烦。这个赛季就已经有点强弩之末的意思了啊，特别在进攻火力上啊，像德布劳内的上下滑，对吧？非常明显啊。这个德布劳内下滑，哈兰德缺少支援，格拉利一直反复受伤，森东斯不是很就打不了3241，所以说你现在呢，下赛季引援啊，要不然斯卡尔维尼啊，斯卡尔维尼，要不然买斯卡尔维尼，让斯卡尔维尼打中后腰跟斯通斯轮换啊，这是第一个选择。要不然呢，你就吉马良斯啊，吉马良斯跟罗德里搭档双后腰。啊，基本上算是半6半4，啊，这几个球员你觉得如果还是照3241去买啊，前场威尔茨啊，威尔茨、吉马良斯啊，这个斯库尔维尼、帕奎塔啊，如果说你觉得你这个想换个打法改成4后卫去踢啊，那么也很好理解啊，中后卫对吧？中后卫就是这个可以考虑中后卫其实够了，考虑边后卫啊，就边后卫的话，你像弗林彭啊，格里马尔多。啊，格里马尔多其实算了吧，啊，弗林彭，对吧？啊，卢卡特奥啊，这种球员，可以去尝试啊，尝试，我觉得是这样的啊。三索松3电池，昨天大比分7-0踢赢了去年亚军港超梯队的 U13，算有实力吗？能踢职业吗？哎，怎么讲呢？算有实力啊，你要是觉得你这个平时这个13、14岁呢，打完7-0、6-0、5-0、4-0，肯定在你的同年龄段里面就算佼佼者了啊。但是呢，梯队再牛逼，到成年队也就那样啊。你得去横向，因为你在梯队呢，你是就是横向对比，就是比如说什么叫横向对比呢？就是我都是13岁，我跟13岁同龄人比，但你进入成年队呢，你是纵向对比，就是有13岁的，有15岁的，有17岁，有19岁，21岁，你在同龄人中做了佼佼者，你要跟各个年龄段的同龄人中佼佼者去共同 PK， 等于说呢，你进入峡谷之巅了，知道吧？峡谷之巅懂吗？啊，所以说你能否踢职业呢？这个东西还得看你啊自己的这个自我发挥了啊，自我发挥啊。点赞兄弟们，点赞啊！利物浦送你囊，给我吹爆麦卡，中场发牌器，沃普有机会夺冠。麦卡利特这场比赛的表现呢，还是相当爆炸的。只能讲呢，这个球员踢得越来越像那个里奥梅了啊，确实是他那个一举一动啊，包括他的发展，包括他的这个处理球的这个感觉啊，他跟这个里奥梅西啊，确实是有些相像。小黄录屏呗。对吧？啊，略微有些相像了，只能讲他在这个创造力上，就是之前呢，在这个之前在世界杯期间啊，普遍所有人大家都认为是这个，普遍大家都认为是，普遍人认为是这个怎么讲呢？就是麦卡利特不如恩佐，对吧？普遍意义上是这么认为的。所以说呢，在身价上也有体现。啊，麦卡利特最终的卖掉是3500万，恩佐的卖掉是卖到这个1.2个亿，对吧？违约金，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啊，身体模板上啊，确实呢，恩佐要比麦卡利特要宽一些、高一些、广一些，对吧？跑动能力上呢，两人半斤八两，但是呢，传球创造力啊，包括呢这个向前的能力以及呢这个战斗精神啊，目前来看，麦卡利特不比恩佐差。甚至我觉得在传球创造力上，他现在要比他强。这我不知道是球队的问题，还是这个整个什么的问题啊？麦卡利特现在的表现呢，反而会让我感觉看到了一些这个中场核心的影子啊。这个球员是相当棒啊，相当棒。下一个内马尔能送你囊啊，其对象不和我续火花怎么办？分，好久没见你了呀。哎，你是那个内马尔这样吗？你头像是对的，但是你头像是对的，但你是那个哥们儿吗？就是以前你经常来的那个内马尔 JR 啊，这个不跟你续火花就分嘛，对吧？证明他不在乎你，对吧？你要是在乎你，他在乎你，他爱你，他不跟你续火花吗？啊，他要是爱你，他要是爱你，他要是这个喜欢你
对吧？他要是这个爱你的话，他不给你续火花吗？你要爱我，对吧？你不给我续火花吗？你爱我，你主动给我续火花呀！啊，得分啊分。下一个，按半少女送买电池，就算输球我也能接受，但是讨厌那人急着嘲讽的嘴脸。本想怼他，但我愁有欧冠踢，能忍忍就算了。曼联老哥，请帮我狙击。好的，曼少女。着急嘲讽的嘴脸，足球就这样，互相嘲讽嘛，这才是足球的意思，也有更有意思。啊，足球的话不嘲讽也没意思，就是你骂骂我，骂骂你，你嘲讽我，嘲讽我。你看，所以说看比赛的时候呢，我基本上不太管弹幕互相攻击。我跟小黄也讲，我比赛的时候嘛，曼城、阿森纳球迷互相嘲讽不很正常吗？不嘲讽他们就嘲讽你了，对吧？让他喷就是了，这个很正常。足球比赛哪有什么这个为良恭俭让、谦逊的，对吧？你喷两我两句，我讽刺我两句，讽刺你两句，这就是足球。15画面阶段轻轻松面池，王总怎么看我人几大主教练候选？感觉穆里尼奥真能来，七玄宗、德泽、纳嗨都有点离谱。拜仁啊，选穆里尼奥肯定不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穆里尼奥就不适合拜仁，穆里尼奥适合什么样的俱乐部？穆里尼奥适合纽卡，适合这种泥腿子工兵型俱乐部。他的打法拜仁踢不了的，拜仁踢他那个踢法，你俱乐部的这个球迷高层也不一定能接受，知道吧？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去拜仁不天天穿内鬼，他去拜仁不合适。拜仁这个俱乐部本身就不适合这种强硬派主帅去执教，穆里尼奥本身就是强硬派，但是穆里尼奥嘛，跟拜仁是不搭嘎的。拜仁最好的选择还是弗里克。啊，弗里克是最好，但是好像你们对弗里克不感冒。那么除了弗里克，人家德尔比我都不看好，我觉得就弗里克啊，弗里克、齐达内这两人嘛，啊，这两个人好一些啊。好久不见，亲，好久不见啊，好久不见啊。那个关于我这个 A7L 啊，我看很多人说是什么怂啊，不是什么怂，是我不想啊闹事儿，知道吗？我那个视频浏览量都100多万浏览量了，厂家都找我了，对吧？我就是不想。就是搞得很难看，而且我对这个车其实还挺喜欢的，我就很喜欢这个款这个型啊，所以说你弄来弄去，他妈站车上又开始嚎，又开始弄它弄的，丢不丢人啊？体面点儿啊！下一个，对，被4个圈气了啊！第二个啊，夸夸麦卡利斯特，他3500万是比特币吗？啊，麦卡利斯特这个球员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啊，刚才已经说过了啊，这个球员如果利物浦呢愿意卖的话，曼联愿意花6000万或者加安东尼换啊，如果愿意卖的话，我们吃点亏啊，等于说是给个5、6千万的这个折价，对吧？用安东尼换啊，我们没问题，对吧？我代表曼联同意，一般人我不同意，只有利物浦什么好兄弟，我愿意用这个叫做什么卖安东尼换你麦卡利特，吃点亏。对吧？好兄弟一起走啊！我愿意啊，我愿意，不要命啊！安东尼你换麦卡利特，吃点亏。一闪亮晶晶送你呢。昨天罗德里表现怎么样？和赖斯相比呢？感谢易总送的捧场金钟啊！易总好久不见啊！感谢易总啊！我这么跟你说啊，昨天罗德里的表现非常不错，跟赖斯呢可以说是不分伯仲啊。罗德里昨天是你整个曼城发挥最正常的，还其次就避席。对吧？那么他跟赖斯相比呢，就是每一个都是自己球队正眼。罗德里在进攻中呢有很多洗球，赖斯在防守是到处跑。这两个球员呢，只能说各自发挥了自己球队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啊，没有办法说谁一定强谁一定弱。你握手言和有什么强弱的呢？那罗德里昨天发挥确实是还是可以的啊，反正罗哥没输啊。空手套 A 股送特别电池。拜仁下场怎么补强？感觉拜仁的中场看起来不是很弱，但实战形同虚设。是谁给你的错觉让你觉得拜仁的中场不弱呢？我就想问问这拜仁的球迷，是谁给你的错觉，让你觉得拜仁中场不弱呢？感谢易总送的礼桃吧，感谢易总，感谢易总，啊，你中场有啥？你告诉我，你这中场有什么？我们讲的叫4680，感谢猫头不等阳光送的可爱发报，感谢啊，就是我们这个4680啊，4号位、6号位、8号位、10号位啊，你拜仁有几号位？你就这么告诉我，就是我们既然讲的是中场4、6、8、10， 4号位、6号位、8号位、10号位，你拜仁有啥？对吧？你8号位格雷兹卡，你神一场鬼一场都踢6去了，帕夫洛维奇小孩，穆勒踢的是伪9，
踢的是9号半，穆夏拉踢左边锋去了，基米希踢右边后卫去了，你哪来中场啊？所以说拜仁中场是一定要补的，下个赛季必须补。这补强方案呢，最好就维尔茨，动来就10号位解决了啊。如果没有维尔茨，你像帕里尼亚这个今年就该买帕里尼亚啊，没有帕里尼亚，像苏门迪也可以拿下，这都可以考虑的啊，都是可以考虑的啊。哈兰德捂着耳朵向前冲刺，电池，其天天看哈被骂都麻木了。曼城强，外界看来也与哈无关。以前认为可以互相成就，现在想好聚好散。你看啊，弄到潮水退去，只有我偶尔还替哈兰德说2句话啊。我希望呢，未来快进到姆哈之争新绝代双骄的时候呢，你们这帮哈兰德球迷啊，能够想起我今时今日所说的话啊，别到时候把我弄成什么母畜，对吧？啊，配畜啊，什么八畜。八处啊，我都想好了，以后估计骂姆巴佩的球迷哈巴狗是吧？那霸狗啊，希望你们哈兰德球迷，感谢猫东小猫啊，送的3点啊，这个送的这个花布头巾啊，希望你们能够记住我今时今刻啊说的这些对哈兰德说的这些话啊，怎么讲呢？哈兰德在曼城对吧？他肯定是有委屈的啊，这个呢就是曼城球迷呢自己心里应该也门清啊，为什么呢？哈兰德在曼城呢，他丧失了自己最有力的武器，就冲击力。为什么？因为曼城没有空间啊，所以说呢，他在曼城呢肯定是有委屈的啊。其次呢，他呢感谢这个猫头不讲送牛角尖尖，感谢这种啊，感谢猫头不讲猫啊。其次呢，就是哈兰德呢他在这个就是他在这个曼城呢，他的攻击性对吧也没有被拉满。为什么没有被拉满呢？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年他的空间进一步被稀释啊，去年呢其实还是能拉开的，今年因为边后卫不行，都挤中间，哈兰德是卖传人，但是其实他今年还是有点进步。我这个个人理解啊，就是今年这可能我说这个话大家可能觉得啊，这哈兰德踢他妈那么臭还有进步吗？今年还是有点进步的。哈兰德今年在回撤拿球上面，当核心回撤组织上面要比去年好一点，去年太粗了，今年其实没这么粗了。所以说我是觉得呢，先别着急吧啊！对于曼城，对于哈兰德来讲，对吧？一个赛季的这个失败啊，并不能代表着你这个球员在这儿就不合适。毕竟去年这么成功的，如果说这个赛季真不行，明年再说呗，再待一个赛季嘛，还年轻嘛啊！我就刚才看到一哥们说，哎，咱这有一说一啊，开玩笑讲啊，都说这个梅罗时代对吧？啊，这个互喷叫什么侏罗纪是吧？你说如果说是哈巴狗，你说下一个时代，我预判一下，是不是有可能叫哈巴狗？哈巴狗，我天，我预测一下，马上我们就进入哈巴狗年代了，我天！还有这个计算机学习者送了300电池啊，计算机学习者送了300电池。我知道啊，我在这再接了啊。其简单分析一下勒沃库森的战术以及关键球员作用。维尔茨模板大概是哪位巨星？勒沃库森的战术呢，就是这个3-4后卫轮转，但是他3-4后卫轮转呢，跟曼城跟阿森纳不太一样。他3-4后卫轮转，他很多时候他落成5后卫，阿森纳和曼城落成3后卫。那他的主要的问题是，主要好处是在于这个左边后卫的格里马尔多啊，他是这个勒沃库森的球队的关键。然后呢，右边后卫的弗林彭相当于一个右边前卫，他很多时候呢阵型轮转是切成这个4-1-2-3啊，4-1-2-3对4-1-2-3啊，这个弗林彭是高度自由度的，但他是边前卫啊，格里马尔多是关键人。维尔茨的模板嘛，你把它定位成，我觉得维尔茨更像是一个半9半10啊，半9半10 9号半啊，半9半10 9号半，怎么去形容呢？维尔茨的模板有点像，我觉得啊，有点像这个小法和这个有点像，有一点我感觉啊，有一点巴萨法。啊，巴萨法有一点巴萨法，迪巴拉挺像，巴萨法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巴萨的小法有点那味道，我觉得啊。卡纳伍送300电池，评魔皇3人最具话题4套阵容，不看实力，看话题和人气，评价强度，并读我给你发的诗。好啊！不看实力，最具话题度啊！魔皇3人最具话题4套阵容。曼联最具话题的左边路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，对吧？啊，中锋范尼，中锋范佩西，中锋范佩西，右边锋安东尼，对吧？前腰，
贝克汉姆啊，中场后腰贝克汉姆，对吧？然后布鲁诺·费尔南德斯、阿姆拉巴特，对吧？左边后卫卢克肖，右边后卫中后卫马奎，对，右边后卫其实都行啊，中后卫马奎、利马、守门员奥纳纳啊。巴萨最具话题梅西梦三呗，巴萨不就梦三嘛，其他也没什么效果，巴萨啊。然后这个皇马 BBC， 皇马和巴萨都是以强出名的嘛，皇马就 BBC 时期嘛，啊，巴罗纳尔多上来，对吧？皇马，巴萨马拉多纳上来，啊，然后人嘛就海因克斯时期吧，对吧？马上换个基米希上来，啊，我看你给我写的啥诗啊？相逢波间煮美酒，谁人可堪真英雄？法国超跑无金球，曼市神锋手一空。皇马新王出展路，先王梅罗已峥嵘。漫谈天下才子事，漫谈天下才子事，却叹群庸难服众。方论谁？坐镇必斗笑谈中。齐，天纵奇才无人敌。FC 台足经四座，足球经理运筹帷幄。峡谷举手阵中场，绿茵阵中称金头。每晚8点半直播，且看齐胜展雄风。点赞，完美，一人我一个赞，啊，一人我一个赞，好诗啊，完美，明天切出来，太好了啊，切出来，完美啊，完美，看到我完美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是如此的有风采啊！15花北京蛋清送3电池。王总咋看某 UP 说罗纳尔迪尼奥巅峰期强于 C 罗，康吃瘪肚双20困难的人碰瓷60+10，我不知道谁说的这个话啊，但是在我心中啊，我说实话啊，你们看现在足球，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就你看梅罗看多了，觉得现在这些人都一般，除了姆巴佩偶尔能给我们一些熟悉眼前一亮的感觉。就实话说，咱别整这个有没的，别搞这个人情世故，就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你看梅西看 C 罗是吧？啊，看到他们看太多了，然后你会突然觉得，哦呦，啊，你看到现在好像只有一个姆巴佩是吧？能够在某些时刻眼前一亮，其他人都不行。那这就是你审美高度被拔高了，对吧？小罗巅峰期确实能力很强，但是你不能把小罗这个球员就定义在 C 罗之上啊，这肯定是假的啊，不靠谱的啊。按玩耍的新木君送的300电池，下窗。曼城下窗可不可以违约金同时拿下基本良斯和弗林彭？感觉弗林彭作为曼城青训回归压力大。弗林彭来了的话挺好的，弗林彭其实可以打左边翼位、左边后卫，其实都没问题。弗林彭我觉得曼城可以考虑，但弗林彭的防守很差，射门很差啊，但是可以练，可以来不射嘛啊，这个。但是弗林彭来了也有坏处，就是你3-4脚没法用了，弗林彭肯定是要踢4后卫的。那么基本良斯拿下肯定好，利物浦可以考虑基本良斯啊。感谢这个 KRA 送的口罩眼镜，感谢 K 总啊，感谢 K 总。啊，利物浦可以考虑基本良斯挺适合利物浦的啊，我觉得蛮好。故事阿尔特塔送300电池，上赛季各种集锦评论区全是哈宝，比哈兰德自己还狂，现在连时间都不愿意给，笑。你看阿尔特塔啊，阿森纳球迷，是的呀，这就是足球。有些时候啊，这个足球啊，足球球迷是全世界最没耐心的群体之一。足球跟篮球相比还不同。啊，篮球呢，它有这个叫做人迷，所以说呢相对宽容。说实话啊，你看对詹姆斯，对吧？詹姆斯很强，不需要宽容啊。对这个哈登，对吧？詹姆斯哈登啊，对这个包括对这个你后期的科比布莱恩特啊，包括对这些球员啊，相对宽容。那么但是在足球当中呢，我觉得啊，队迷居多，队迷的是没耐心的，知道吧？啊，输一场球就干你啊，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哈兰德呢，现在在曼城也背了些锅吧啊，我建议啊，走吧，真的。在曼城很难证明自己，因为曼城太强了，你得去一个能证明自己的队伍，最好这个队伍很烂，然后你能证明自己，那么是最理想的。最好的地方去处能证明自己的，不就是你隔壁吗？你连家都不要搬，对吧？还能省去一些这个搬家的这个时间，蛮好的。我建议啊，个人建议啊，可以考虑来曼城啊，可以考虑来曼联。实话说啊，下一个啊，真实反击。昨天这场球要是皇马，是不是就反击进5个了？昨天啊。阿森纳这边啊，他就没想攻，他的这个打法还是以防守为主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只要攻，他要丢球的。
很多人说反击啊反击，你反击你要上人数的，你不可能前面有2个人对吧？那你一上人数，你后来就有空当嘛，你没进对手就要进的。所以说阿尔特塔昨天进攻很保守，最多2到3个人小组作战，不可能再多1个人上去啊！你要换成皇马的话，他攻嘛，你也可能丢球。真的讲，今年看看皇马跟曼城这场比赛很关键啊！主要是皇马这边罗德里戈昨天挺猛，罗德里戈、维尼修斯这种球员都是我们可以重点关注的吧？啊，今年皇马跟曼城的比赛还是相当有趣的，拜仁跟阿森纳也很有趣。吃食专家，塔子发动写轮眼，拷贝小蜜蜂波尔图铁锤战术。昨天阿森纳球迷满意吗？我先问一下啊，就评论区的阿森纳球迷，你们满意吗？就是对这个比分最后是几比几啊？是0比0啊，满意吗？满意。啊，都很满意，很满意啊，很满意。但是事实证明呢，你这个打平啊，说实话啊，你打这一平啊，反正冠军的概率变小了。实话说，如果说你赢了的话，冠军概率是有的，因为你看着后边赛程，阿森纳其实挺困难，但是呢又保留了冠军希望，只能说是战略上是一个最好的选择，但是也没辙，你赢不了他，伊里哈德真赢不了啊，是好选择。秦鑫送了3枚电池，你不防就得输，不拿1分就得丢3分啊！你这么一想嘛，拿个1分也挺好啊。秦鑫3枚电池，王总，凯恩联赛破德甲历史进球记录，拿金球、拿欧冠或欧洲杯其中一个可以稳拿金球吗？王总，凯恩联赛破德甲历史进球记录，拿欧冠或者欧洲杯其中一个可以稳拿金球吗？欧洲杯拿欧洲杯就拿金球了啊！凯恩这个金球奖呢，2码事儿啊！凯恩这个金球奖。我个人感觉呢，凯恩啊，最好的方案是拿欧冠，最好的方案是他拿欧洲杯冠军呢，还得看贝林厄姆，他得看西甲。就是如果凯恩这边是欧洲杯冠军，欧冠没进4强，那么贝林厄姆是欧冠冠军，加上这个皇马欧冠冠军，加上这个欧洲杯冠军，那么求贝林厄姆，因为皇马嘛，他肯定皇马的功力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他这个不仅是宣传口，包括他这个球队影响力，对吧？有很多皇马出去的名宿都是给皇马，他都会在。就是他都有很大对于皇马这个香火情等等，所以说呢，贝林厄姆是有积极竞争者啊，所以说呢，你最起码你欧冠这边呢，你欧洲杯夺冠，你现在寄希望于皇马欧冠得走人。那么假设拜仁欧冠淘汰啊，英格兰欧洲杯夺冠，皇马欧冠淘汰，那么估计是有可能啊是凯恩。那么如果欧冠啊拜仁夺冠啊，那么是英格兰啊法国队欧洲杯夺冠，那么我感觉是姆巴佩。啊，我感觉是姆巴佩，啊，感觉是这样啊。下一个啊，220送你呢，220，其预测下今年哈堡还能拿英超金靴吗？你应该稳的吧？英超金靴应该是稳的。英超金靴还有谁能跟他抢吗？他现在不是断崖式领先吗？你信不信曼城下边踢一弱队？哈兰德能进10个，能进5个，你信不信吧？现在曼城憋着一股劲儿啊，下一个队可能就让他记齐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就下一个队可能就让他记齐了。他现在这股劲儿，你一般队伍你现在跟他碰啊，他这手里给你干了，手里给你干了，对吧？啊，萨拉赫跟哈堡竞争，我觉得最终。看吧，看这个哈兰德有没有伤病吧，没伤病，我觉得还是哈兰德，我感觉，啊。一总送你呢，其实岛觉得切尔西的秋库埃梅卡咋样？1比0的，一塌糊涂啊！一总，实话说啊，切尔西这个队伍，秋库埃梅卡，什么那个乌戈楚库，哎呦我天，笨，没辙。切尔西这个队伍啊，我跟你讲，有几个球员是好球员啊，福法纳是吧？福瓦纳、坎泰多啊，好球员，特别坎泰多特别好，我特别喜欢坎泰多，我觉得这个球员以后肯定很容易成大器啊。然后这个丘克埃梅卡啊，乌戈楚库啊，这2个人我觉得一般，我说实话啊，我觉得一般。然后这个不对，是我说的丘克埃梅卡吗？
不会对错号了吧？看看别对错号了啊！弹幕都说秋裤不对呀、秋裤不中场吗？后卫吗？哦，巴里亚希勒跟丘克埃梅卡弄顺了，两人长得太像了，我天呐！啊，脸盲兄弟们啊，巴里亚希勒跟丘克埃梅卡搞混了啊，巴里亚希勒笨啊，丘克埃梅卡这个球员如果是这个20岁的中场，那我应该对他有印象。这个球员我感觉呢，未来在切尔西，他跟乌戈楚库啊，他们俩人出场时间不一定有保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凯塞多加恩佐这个组合应该是不会动的啊。拉维亚不说，凯塞多恩佐这个组合是不会动的。加拉格尔可能未来是要干掉的。加拉格尔干掉之后呢，丘克埃梅卡应该他的定位呢不是就是恩佐就是凯塞多的替补。然后呢，你再上一个这个叫做你再上一个维尔茨来，或者说你整个中场来，那么就很困难。我觉得切尔西这几个球员呢，我个人觉得好球员，对吧？我们一个点名，凯塞多好啊，然后这个科尔维尔好啊，库维利利亚还行，古兹托好，齐尔维尔还行，雷斯詹姆斯好啊，扎洛巴呢憨啊，扎洛巴憨啊，福法纳很好啊，我觉得今年虽然没比赛，但是福法纳很好。然后呢，雅克松其实不错，其实现在来看的话，我觉得他是不错。莫德里克有特点，上场比赛踢的也还可以，我觉得莫德里克给他点时间，对吧？华盛顿呢还没怎么看过啊，莫雷拉呢没怎么看过，是吧？恩佐不错，能用。帕尔默我觉得，帕尔默现在35场16球12助攻，闹麻了啊！怪不得切尔西球迷天天让我给他道歉啊！确实数据不错啊，35场16球12助攻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还是觉得他不行啊，我还是觉得他不行，对吧？这个基本上啊，我看很多切尔西球迷，只要你帕尔默一进球啊，就说他不行，就快艾特我说什么我看他不行，打什么脸了？你他妈排第10几名，打到底又赢不了，是吧？你说这一个球队核心带队，挺年年几乎在边缘晃荡，你说你这行吗？帕尔默现在明显是切尔西的中前场核心了呀，我觉得不行的啊！我个人认为切尔西未来这个位置还是要换的。等过2个赛季争冠的时候你看看啊，争冠时候看看。加拉格尔要卖的啊，丘克埃梅卡还行吧啊，看看未来怎么发展吧。反正现在来看的话，还是在切尔西很难说承担这个绝大部分的作用。厄昆库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用的也少了。下一个啊。这个威哈比纳亚诺的面池，七哥，假设巴黎欧冠法国4强，英格兰欧洲杯，今年评选时母总已在皇马，皇马会给谁造势？七哥，假设巴黎欧冠法国4强，英格兰欧洲杯，今年评选时母总已在皇马，皇马会给谁造势？巴黎欧冠法国4强啊，英格兰拿欧洲杯，那肯定是贝林厄姆啊，巴黎拿欧冠冠军，然后法国队4强啊，英格兰拿了欧洲杯冠军。然后呢，今年评选母总在皇马，皇马会给谁造势？这个就不好说了，看合同怎么签啊，看合同怎么签啊，看合同怎么签。如果说皇马弗洛伦蒂诺对姆巴佩有承诺，就你来了之后，我这个金球奖对吧，对你啊100%扶持，那么还好。如果没有这个承诺的话，那就不好说啊，看合同怎么签。只能讲呢，如果欧冠拿冠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基本上就是姆巴佩，我是认为的。我感觉拜仁拿欧冠冠军不一定是姆巴佩，但是呢，啊，拜仁拿欧冠冠军不一定是凯恩，但是这个巴黎拿欧冠冠军一定是姆巴佩。为什么呢？画历史啊，画历史。你想这是画历史啊？为什么画历史呢？因为他拿欧冠冠军呢，巴黎队史第一座，你这一下子这马上就立起来了，对吧？这第一啊，第一是画历史啊，第二呢？对吧？第二，这个小姆呢，他这个现在已经积累了很强的这个叫做投票基础，是吧？啊，所以说我觉得姆巴佩应该还得是他啊。实话说，有目独行，喜欢的人从不主动，但是能约出来，也不及时回复。就你喜欢一女孩，然后呢，她从来不主动给你发信息，但是你约她呢，她也出来啊，就是不提前回复。是吧？
截图啊，小黄别漏了啊。有没有女粉丝给他分析一下？曼城少女，你觉得呢？啊，我觉得挺好啊，把你当朋友啊，对吧？人家都能给你出来吃饭了，你难道还不懂吗？不感恩吗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相当感恩的，我内心当中对他会充满感激和激情。我觉得他能陪我出来吃饭，就是对我的一种这个恩赐啊。下次请他吃点好的，啊，吃点什么一顿饭人均300-400啊，人均300-400这种，啊，加油啊，很好啊，挺好的啊。还有啊，下酒菜的美食家族美食，其你觉得恩佐是冲击波还是真大腿？恩佐既不是冲击波，也不是真大腿。啊，我当年对恩佐的定位啊，我叫他顶级边角料，被他妈喷麻了，喷麻，你不敢相信啊！啊，当年就这么猖狂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说恩佐是顶级边角料，给我喷麻了，说我是成黑子了，啊，就是这么这个猖狂离谱。当年啊，恩佐这个球员顶级边角料啊，既不是大腿，也不冲击波，还是能用的一球员，还不错的，啊。能做这个中场的这个组织者啊，能做这个冠军拼图啊，没毛病啊。下一个啊，平平奇奇的怪，曼城得欧冠和利物浦得联赛加欧联谁更成功？联赛冠军加欧联杯冠军，你不能这么看，你得这么算：联赛冠军加欧联杯冠军加上这个联赛杯亚军加上足总杯8强，对吧？然后那边是。欧冠冠军，然后足总杯亚军，欧冠冠军、足总杯4强，对吧？那你这么一看的话，怎么说呢？利物浦或者是利物浦跟曼城都挺成功，啊，都挺成功。哦，联赛杯冠军啊，联赛杯冠军啊，搞错了，联赛杯冠军啊，都挺成功。3大于1吧，啊，我选利物浦。啊，如果是联赛冠军加上联赛杯冠军，对吧？加上欧联冠军，我选利物浦啊，3大于1吧。下一个啊，喜欢半场开香槟，其能不能组一个现役足坛最稳定虐菜阵容？虐菜嘛，哈兰德是吧？对吧？虐菜嘛，中锋嘛，哈兰德，对吧？左边锋罗纳尔多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，啊，右边锋嘛，这个里奥梅西是吧？啊，中场嘛。这个布鲁诺·费尔南德斯，对吧？配上这个叫做配上谁呢？啊，再配个罗德里啊，来德布劳内4-3-3，德布劳内，然后这个守门员呢？啊，守门员是奥纳纳，虐菜出球嘛，啊，左边后卫进攻型特奥啊，右边后卫呢阿什拉夫啊，中后卫嘛，对吧？虐菜嘛，你高于比抢嘛，啊，范德芬、阿劳霍，是吧？啊，完事儿嘛，啊。下一个啊，NACU， 现在姆巴佩都不给他虐菜了。姆巴佩在巴黎圣日耳曼踢20分钟下场，踢60分钟下场，稳定下场。昨天把姆巴佩换下来的时候，姆巴佩都笑了。就昨天把姆巴佩换下来，姆巴佩都笑了。NACU 送3点值。其我场是不是一群顶级边角料抱团？也不是吧，阿森纳有核心级别球员呀。阿森纳，赖斯，对吧？占着准核心中场啊，罗德里这个作用的，啊，萨卡，对吧？萨里巴、加布里，啊，这不都核心吗？啊，萨卡算。下一个啊，这个伊恩度送你呢，和女生能约出来互诉心事，天天聊天，互有主动，如何？垃圾啊！证明你已经是脱离了人民群众。我们这人民群众是每天跟女孩发信息，女孩不回，这才叫真爱。给她发信息她不回，约她出来她不出来，但是每天我们依旧是约她出来就出来，吃完喝完走人，对吧？啊，吃完喝完回家。对吧？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群众跟我们在一起的。你这已经脱离群众了，你这种就属于是叛徒啊，反贼啊，反贼。下一个，猫都不能养猫，
哈堡来我萨吧，没人骂你，和忍者神龟正面对决。我告诉你啊，哈兰德去巴萨真是想不开，知道吧？啊，真想不开。巴萨绝对没有曼联适合你，哈兰德，你去巴萨跟在曼城有什么区别吗？不一样在中锋的位置站岗吗？不一样是传控吗？对吧？只有来曼联，你才能够拥有空间，才能够拥有时间，让你进行冲刺。啊，巴萨不配啊，不配，真的跟你不配，配不上，不是不配，你是配不上，啊，配不上。潘大总310，断崖式下滑。曼城上赛季英超对 Big6 球队7胜3负，本赛季仅双杀曼联，断崖式上升。曼联本赛季对 Big6 球队啊，目前为止，对吧？仅有1胜，就是赢利物浦。对吧？还有切尔西啊，切尔西啊，切尔西，对吧？还有切尔西，忘了切尔西了，切尔西，看我麻了。下一个啊，看到了总锦囊，离开扎叔的球员大部分都崩，下赛季利物浦就废。下赛季利物浦废不废呢？跟我们没关系，对吧？我是希望利物浦能够永远争冠军的，永远争冠军啊，对吧？因为英超热闹才好玩嘛。我真是不希望克洛普走，克洛普不走嘛，才是我喜欢的，才我打败他们，我击败他们，我才那样牛逼。克洛普走了嘛，我击败他们，我都觉得我心里面都不带得劲儿。等克洛普就别走，我就正面击败你，干掉你，啊！下一个啊，猫都不养猫。现在热刺才是掌管关键的人，次萨尔如何？萨尔很好啊，萨尔蛮好的，切尔西可以考虑啊。萨尔、比苏马、萨尔啊，萨尔6、4、8都踢得蛮好的，这个球员特别开赛特别惊艳。比苏马现在有点犯病了啊，萨尔蛮好的啊，萨尔蛮好的啊，萨尔蛮好的。然后，但是你要说掌管冠军，热刺还不够格。感谢这个 M 总送的猪脚发锅。实话说，现在你说谁能掌管冠军？说白了，还得是曼彻斯特联。因为下场有双红会，若是下一场曼联在主场老特拉福德拿下了利物浦，会发生什么？会发生什么？会发生什么？你敢想吗？会发生什么？下一场就双红会啊！下周末双红会。若是曼联拿下了利物浦在主场老特拉福德，这个赛季双杀利物浦，会发生什么？猫都不能养猫，组一个食神食鬼的阵容，包括主教练啊，食神食鬼，老塔罗对吧？老塔罗食神食鬼吧？你看姆巴佩啊、哈兰德都挺稳定的啊，梅西、C 罗都挺稳定的啊，老塔罗对吧？啊，滕盛是吧？萨拉赫这一场比赛先鬼后神啊，萨拉赫，然后拉什福，对，拉什福。然后中场的话，食神食鬼；中场的话，楚阿梅尼，是吧？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个男人？那个神鬼两项，抽神卡鬼卡那哥们儿，是不是忘了一个那哥们儿了？弗雷德，是吧？啊，弗雷德。然后再来一毕费，是吧？后场右边后卫来个基米希，啊，中后卫来个这个于帕米卡诺。是吧？啊，再整一个萨里巴其实挺神的啊，整一个鲁本迪亚斯是吧？左边后卫弄一个这个坎塞洛啊，守门员来一个奥纳纳啊，完美啊，完美！紧张别送了，兄弟们，紧张别送了啊！今天我们11点钟差不多了啊。包括汪小小猪啊，包括主教练老板啊，老板的话食人食鬼，纳塞尔啊。是吧？亨利，啊，芬威，啊，亨利就是芬威，阿森纳的老板其实也还可以啊。张康阳，马德里红色闪电色电池，其 AR 数据分析可以取代现在的球探系统吗？你认为 AR 可以在这个领域影响球探系统 ？AR 肯定能够影响球探系统，但是不可能取代的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 AR 这个东西呢，它只能分析数据，它不能把人分析透彻。
就是数据这个东西很关键，但是足球场上有些时候不全是数据。你比如说你要看数据，有些老头早就该下去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为什么比赛中我要把它放在场上？就是因为你要相信某些球员在某一刻他能够改变比赛，他这个关键的影响力，这是 AR 测不出来的。那么你得用球探的眼睛去看，根据经验去看，对吧？他的心态，他的这个大赛经验，他的这个关键大心脏，他有没有一个抗压能力，对吧？哎，这个东西都很多时候是一个这个球探他需要去看他的隐性东西 ，AR 能筛选显性，那可能会节省球探的很多工作吧，但是不可能完全取代球探的，啊，对吧？你不能预测奇迹啊！你比如说我永远会把 C 罗放在场上，对吧？啊，下一个啊，奇仔道歉，保护像素，阿森纳在伊蒂哈德拿分了，我又没说你拿不了分，我道什么歉？我说你在伊蒂哈德拿不了分了吗？我一直说阿森纳能拿分，我说阿森纳拿不了分吗？别搞啊！我没说过这话，我场的半个粉丝。秋裤是切前腰，第一场打利物浦进球了，然后伤了。秋裤埃梅卡我印象我这个名字印象挺深的，难道我真对不上号吗？秋裤埃梅卡。谢谢提醒啊，等会看录像嘛。他不是吴哥楚库不是他妈前腰吗？哦，吴哥楚库是后腰，是那个笨仔。吴哥楚库是前腰，那个笨仔。啊，秋库埃梅卡是前腰锋位摇摆人，是吧？反正吴哥楚库我印象很深刻，这个笨仔啊。王总送你呢，感谢这个没事吃点麦苗送的眼镜啊，感谢麦苗啊，麦苗总啊。我魔还赢过维拉啊，道格拉斯抖肩那次。我魔还赢过维拉，道格拉斯抖肩那次。维拉不是 Big 6，维拉凭什么称 Big 6呢？我们讲 Big 6时候。感谢没事吃点这个麦苗送的定制跑车，感谢麦苗送的跑车啊！感谢麦苗，我们去讲 Big 6就是那6个队，对吧？维拉现在你配吗？不配啊！你不说谁排第6谁是 Big 6，就当年英超只有 Big 4啊，就是当年英超是曼联、利物浦、切尔西跟阿森纳都没曼城什么事儿，后来才有 Big 6，曼城跟热刺加入的嘛。对，现在 Big 6你跟那维拉还没进来呢啊！奇文工强，其为何游戏名叫王储7而不是王储7 10？操！因为我名字是7嘛，谐音啊7啊谐音嘛7嘛，王储7嘛谐音啊谐音啊谐音，因为我以前就给自己起了王储77啊，因为7嘛，用谐音梗啊，谐音梗。谁都有肚子送你囊啊！其沉迷看劳内踢球，6年足球初恋，帮我调解一下。你是劳内是你6年足球初恋，你看他踢球，你要调解什么？你是觉得他现在不行了是吗？也没必要啊，等看看下窗之后吧，看过一个完整的冬赛期、休赛期，他之后回来能不能好一点。啊，你现在还没必要说劳内一定不行了。我觉得休赛期结束之后，看好好恢复，能不能把身体养一养，啊，对吧？这是第一啊。第二什么呢？第二呢，这个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，啊，你就算再喜欢劳内，等他退役那一天，你还会找到别的替代者的，对吧？你还会找到别的替代者的。你比如说有一部分球迷就这样的，他当年对吧？他喜欢科比布莱恩特，对吧？科比布莱恩特不行了啊，他喜欢这个。勒布朗詹姆斯，对吧？勒布朗詹姆斯不行了，他喜欢史蒂芬库里，对吧？喜欢史蒂芬库里，同时又喜欢凯文杜兰特，对吧？喜欢凯文杜兰特，现在又喜欢这个什么威斯布鲁克，然后又整来喜欢爱德华兹，对吧？又喜欢在追梦格林，对吧？哎，这种球迷，这个也是这个很多的，对吧？你可能你把你的这个情感嫁接到曼城的其他球员身上啊，也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啊。下一个啊，还有啊，有没有科威双料的？我就是科威双料。下一个恩度送你呢，约会回家，女生叫我报平安，做和平常聊少，周末多。约会回家，女生叫我报平安。这个报平安就是一句客套话啊，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回家说一声报个平安，一般情况下都是客套话。但是如果说你是情侣之间的，这是可以你们延续话题的一个方式啊，就是你回家帮我报个平安，你跟你讲你到了，你们不就接着话茬就聊起来了吗？你干嘛去？我洗澡去啊？你干嘛去？我看书去啊？你看什么书呀？我看这个36计。你看什么书呀？我看孙子兵法。你看什么书呀？我看王储奇自传。你看什么书呀？我看七圣列传，对吧？你们看书嘛，你不聊起来了吗？看什么书啊？怎么聊？哎，这是一种共续话题的这个构建话题的这个想法，下
下一个啊 ，DYY 齐，你说我以后的孩子取名靳东还是康阳？都不好，说实话啊，都不好，这不太尊重啊，不太尊重啊。我建议你还是起名叫康东啊，或者是对吧？你这晋阳，如果他是你偶像的话啊，我觉得晋阳也挺好听的，挺好听的啊，晋阳对吧？晋阳啊，或者康东也蛮好听的啊。不太尊重还是要尊重人家的啊，毕竟我们没什么大仇大怨，都欠点钱嘛，算啥？想不到改成名字好。周末比赛结果影响你对拜仁欧冠的预测吗？不影响。我对拜仁和阿森纳没什么预测呀，我应该是全网唯一一个觉得你们有点机会的，除了你们阿森纳博主之外。当时这个阿森纳跟拜仁不喷得很厉害吗？我都说了，我说我觉得阿森纳肯定有机会，你们别急，46名不就有机会吗？是吧？啊，你别着急，你们阿森纳球迷为什么觉得我一定支持拜仁呢？我觉得你们有机会，中场做好，你们真有机会，对吧？啊，别急啊，别急。下一个这样的送你呢？昨天不下福登会好点吗？格拉利什会转会走吗？格拉利什不会转会走，没人要。没问题啊，没人要，就是你想收回这个价格啊，曼城他不可能大手笔卖掉的啊，不可能说是啊1、2、3千万、3、4千万，对吧？他最起码你卖格拉利什这种球员吧，你1个亿买的也得6、7千万吧，7、8千万吧，没人要啊。说实话啊，这个年龄，这第一，第二呢，格拉利什对曼城很重要啊，卖了干嘛？啊，那么重要的球员卖了干嘛？那么他上场之后明显效果会很好，他能跟碧玺、德布劳内抱团打配合嘛？啊，格拉利什也没必要卖。啊，格拉利什没必要卖，不下福登昨天确实会好一点，但是不下福登的话，福登累了，福登国际比赛日踢的时间长，啊，国际比赛日。老实人，姆巴佩凭啥双骄？新双骄不是在争曼城首发吗？行啊，你说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？A7L 还可以，我那车真的挺好开的啊。如果说你们对车就是不怎么在乎网上评价是可以的，我那个车网上评价很差，但是我自己很喜欢，我觉得它既运动能有后排空间，所以说我就买了个车，开起来也挺好的，就是有小毛病多，可能是我中奖了吧，弄好就行。好，兄弟们啊，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啊，咱这个明天8点半啊再见吧啊，今天正好就是等于说是补播1小时啊，这个今天不是接了这个FC 的直播嘛啊，明天见兄弟们，明天见啊，累死我了，拜拜 ，See you，明天见。